大家好，我是 Ason 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一场比較特別一點的那個比賽啊。那什麼比賽那麼特別？就是我們這次啊，就會看一場跟這個 combo 型玩家的一場比賽。對，那什麼是 combo 型玩家？那其實啊，就是普街。對，那普街的定義啊，其實也很廣泛。就是其實沒什麼一個很固定的一個定義，那主要就是他用一些比較就是不用技能的情況下，不停的做出一些 combo， 那個 combo 通常呢都是會不停的讓人彈地，也就是會從那個地板彈上來，彈來彈去，彈來彈去，總之都很發俏，像這樣，對，彈一下，彈兩下，彈三下，彈四下，對，像這樣，就是一個很基礎的那個普街 combo。那這樣的話，其實這個普街啊，就在這個版本其實爭議性也算是蠻大的。就是什麼爭議性？就是究竟啊，在現在2026這個環境，普街這個玩意，就是這個東西啊，究竟還有沒有那個厲害的之處啊？就是還有沒有厲害的地方？那對我來說啊，如果你問我意見的話，我覺得普街其實還是有用的。那但是啊，它已經不是在以前那個版本的普街，就是現在那個版本的普街，其實就你要做到有用，或者是能夠壓制着對方的那個普街的話，就是那個普街 combo 的話，你是需要與時並進的，就是你的 combo 需要比以前那個變化很大。那很明顯啊，就是以前所說那個印尼服最普街最有名的人很明顯就是 Fintra 吧，那個大家應該都知道。那也是我覺得一個蠻厲害的普街的玩家在印尼服裡面。那說起這個 Fintra 的話，其實如果再 OG 一點的話，就是 Low Cash， 對，這個應該也是大家也知道的一個人物。那但是如果 Low Cash， 雖然 Low Cash 真的很厲害，這個我也是以前很久以前也是看 Low Cash 的影片來的。那說雖然他真的很厲害，但如果 Low Cash 的 combo 放在現在2026的話，其實就真的那個危險性真的很少。那但是如果是 Fintra 那種比較先進一點，就是我剛才所說與時並進一點的話，其實那個威脅力也是很大的。那所以的話，究竟普街還有沒有那個威脅性在這個版本，或者還有沒有什麼用？那其實也是有用的，但是你的前提是要與時並進，就是你一些普街的英雄啊，一定要跟這個版本的英雄平行進行，就是在這個版本也是有一個威脅性的英雄，對，像什麼巫妖，這以前沒有嘛，但現在很多普街的玩家都會把巫妖的那個 D 跟那個 Air Dash 放在普街裡面，那個就是所謂的與時並進啊，就是這一點。總括來說，就是你的 combo， 你的這個基礎普街 combo 必須要跟這個版本與時並進4個字。對，如果做到的話，普街做得很厲害，成為你這個競技場一個很大的殺人武器啊。對，那這邊已經把它收掉了，但很明顯了，我是不會普街的。對，應該這樣說，我的那些我打那個洛塞格打那麼久了，就是從那個以前到現在，其實我是沒有練過任何的普街的，基本上。我的那個打洛塞格的那個生涯就是普街流行的時候，我在練那個超時空；紅雞頭 meta 的時候，我在練超時空；神鬼戰士 meta 的時候，我在練超時空；然後聖獸 meta 的時候，我在練超時空。所以的話，整個洛塞格人生都是在這個超時空裡面。所以的話，基本上這個遊戲什麼版本更迭，什麼版本更新，對我來說其實沒什麼差，因為我的那個 LS 這洛塞格的人生啊，就圍繞着超時空而已。對，所以的話，如果你問我，普街對我來說影響大不大？就是現在那個版本的話，對，其實就沒什麼，對我沒什麼影響。對，也跟我沒什麼關係。對，那來到這個第3回合，第3回合了，很明顯這個玩家已經開始他普街了。OK， 不錯，這邊但他失手了。那普街有一個很大的缺點，就是只要你失手的話，哪怕是一次，那基本上你的那個 combo 就毀了。對，就是那麼簡單的失敗。所以說普街也是一個蠻需要技術或者那個熟練度的一個東西啊，因為你失敗一次，基本上你就很難再拉回來把那個普街 combo。OK， 這邊的話，可以，那可惜啊。
但是我們還有頭盔，我們別怕。那普杰一個威脅性的位置在哪裡？就很明顯就是，他只要抓到人，基本上對面如果沒有一些什麼很特別的反應英雄，例如說狂戰巴薩或者那個李舜臣的話，他是沒有一些可以逃脫你普杰的一些方法。對。那來到這個第4回合，那我們打普杰玩家的話，其實只有一個重點，就是我們先找出他的那個普杰的起手式是什麼。就是例如說，他的起手式很明顯就是聖獸把你打倒，然後就開始他的那些鎖鏈術式，把地下人抓起來開始普杰。那我們只要知道就是他的起手式，那我們就盡量不要被他那個起手式抓到，就是例如說這次的話，就不要讓他圣獸打到，不要让他打倒地。对，那雖然這個是很困難，但我們這個是必須要做到的，就是因為普杰玩家很多都會用那個鎖鏈術式啊，把人打倒之後就開始他的那些連技啊，普杰連技，所以說是非常之麻煩。但是普杰為什麼會有一個危險性在這裡的話，其實他的危險性比較着重在這個前期的基本功階段，因為通常普杰的話，他需要不停換英雄嘛，那就代表說你的术士一會很低幾率存好。對，那如果是這樣的話，就代表什麼？就代表啊，那些玩家很容易被對面抓到。對，就因為你不停換英雄嘛，除非你的那些普杰的英雄啊，全都是裝一些反裝，而且那個 CD 也加很高，那這樣的話可以增加這個普杰就是被抓到的一個風險了。但是這樣的話，其實那個成本很大，是那個你要營運這個賬號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之高的。所以對我來說，普杰也是一個非常之門檻比較高一點，不論是那個練習門檻還是你的英雄門檻，也是非常高的一個東西啊。那這邊的話。可以，這邊的話血量已經把對面打成0血了，那我們再抓他一次，他要死了。OK， 那應該完結了。那最後呢，記得訂閱一下，謝謝。